如何让 ChatGPT 变成你的数据分析大师，从而真正为我们的工作提效呢？Hello， 大家好，我是主任。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ChatGPT 最近推出的 Advanced 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的功能。在这个功能上线以前呢，我们想要分析数据，可能需要去下载很多 ChatGPT 插件，而这些插件呢，一次又只能用一个，不同功能可能需要下载很多插件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很麻烦。而有了这个 Advanced Data Analysis 功能以后呢，这些需求都可以在一次对话中完成了。如果你也喜欢 AI 工具或者前沿科技资讯，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 ChatGPT 这个数据分析大师到底能为我们做哪些事。走起。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数据分析的入口啊，它是针对于 GPT Plus 用户，在 GPT-4 的选项卡下面有一个 Advanced Data Analysis 这样一个入口啊。它之前的名字叫 Code Interpreter， 是一个代码解释器。它之所以叫这个 Code Interpreter 这个代码解释器，是因为它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基于 Python 代码去帮我们解决分析的。先来介绍一下它第一个能力，就是它可以作为我们的文档助手，跟我们进行一个沟通。当我们选择这个选项之后呢，我们点击左下角有一个 Attach Files 啊，选择我们任何的文档或者是 Word、PDF 都可以啊。上传以后呢，我们可以让它去作为我的助理，帮我针对这个 PDF 回答上下文。接下来我会询问你这个文件的相关信息啊，点击发送，我们可以让它去告诉我们有关于月球的历史的一些相关信息，它就会自动去处理。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Show Work， 可以看到它具体是怎么去操作的啊。它其实都是通过这种 Python 代码的这种能力去为我们进行文档的一个互动。OK， 它告诉你了，月球是一直人类好奇的对象啊，就把我们这个文档里的内容给我们体现了。除了咨询它一些 PDF 原有的内容以外呢，我们甚至可以让它去帮我们把这个 PDF 当中的每一页去转换成图片。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它请将这个扇贝英语的 PDF 转为图片档，然后它就会对于这个 PDF 进行一个转换，把每一页的文字都转成这个图片的形式输出出来。可以看到转好以后呢，它这有一个下载的链接，我们点击就下载到本地。可以看到这些就是它转成的图片档，是每一页图片。 OK， 这是它的第二个能力啊。下一个能力是它可以将我们提供的一组图片合并成 GIF 图我们可以提供它一组真动画的图片，然后跟他说请将图片合并成 GIF， 点击发送。看到我们还是点击它这个给我们的这个下载链接，然后下载好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 GIF。 然后针对我们第一次生成这个 GIF 图有点卡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让它进行加速可以加速到60赫兹，然后它会给我们正常的一个时速的一个 GIF 图。接下来介绍它的图片编辑的一个功能，还是点击加号。我这里准备了一张1000×563分辨率的一张风景图，它可以帮你把这张图片呢的尺寸进行一个修改，也可以帮你提取这张图片的一些色值，并且它甚至还可以帮你这个图片变成这个一些滤镜的效果，比如说你将这张图片变成黑白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一个一个试啊，请将我也是先让它把这张图片修改成这个 1080P。 OK， 它在这里已经改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尺寸已经帮我们修改成了1920×1080了帮我们高清修复了一下。甚至我们还可以让它帮我们把这个图片改为黑白的，或者是加一些滤镜都是可以的。点击它给的下载链接，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已经变成黑白了。甚至是当你觉得这张图片某一个色值你比较喜欢的话，比如说这个黄色的色值比较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让它去帮你把这个图片提取一下它当中的色值识别。我们这里让它转成 RGB、Hex 和 CMYK 的3种色值。你可以看到它识别出了这个黄色的平均色值，并且它转换成了一个我们的色值啊。这个场景主要是针对于一些我们平时的一些开发呀，或者是一些在设计上的
当你只能拿到这个原始图片的时候。接下来是针对于这个图片的文字的提取啊，我们可以给它一张这种英文文字的图片，它对中文支持的不是很友好，我们可以跟它说，请提取图片当中的文字。可以看到它把这张图片的上的文字都提取下来了。我这张图片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发票啊，但是这个格式可能不太友好，你可以让它去帮你转成 Excel 表，可以看到它转成了 Excel 文件。我们再点击下载，可以看一下，这个 Excel 的形式明显可读性更强一些了。这是它的图片提取文字的一个功能。接下来我们介绍它可以帮我们把一个链接做成这种二维码，可以跟它说，请将该链接做成 QR code。可以看到它还是这个下载链接啊，我们点击可以看到它为我们生成了这个二维码。接下来介绍它的一个图表功能啊，我们可以直接跟它说文字，让它去帮我们生成这个图表，也可以给它提供一个类似于 Excel 表，然后让它去帮我们分析数据，并给出一个图表。我这里是准备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图表，我让它去帮我分析 Excel 表中的一些数据，并且把这个数据做成图表。可以看到它对我的这个表格里的数据进行了一个分析，它并且对于这个第5列的这个数据做了一个表格啊，因为只有这一列大概率是能做的，因为其他都是唯一性的，地址啊、名称啊、出生年月日啊。接下来介绍一个我比较实用的一个功能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你提供给它的一段代码或者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当然这个项目不能太大，我这里是把我自己写的一个查找的脚本工具啊，用 Ruby 写的，让它去分析这个代码是干嘛用的。我们可以打包成 zip 包传给它，可以让它帮我们解压缩，并且呢让它去针对于这个代码进行一个分析，并分析该代码的用处及关键函数。OK， 它分析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这个文件的一些摘要的解释啊，确实是很到位啊。我这个确实是一个静态代码检查的一个工具啊。然后呢，它这里最后没有输出结论，我是追加问了一下，我说进一步分析这个该代码的用途。它最后也说了，整体上来看啊，这个 Ruby 的项目是检查 iOS 项目的依赖问题啊，针对于这个 POS 管理的，这个确实是我这个代码的当时做的这个用途啊。所以它分析的还是很到位的。好的，以上就是我平时会用到的一些功能，大家如果有其他的场景或者用法，可以在评论区进行探讨。那么我也有注意到 ChatGPT 在最近灰度上线了 All-Tools Feature， 能够在一次对话里使用所有 GPT-4 的功能，包括我们之前影片里介绍过的道义3、联网检索，还有今天讲的这个数据分析。那么我这个账号呢，暂时还没有灰度到，等可以体验后，我再来给大家进行演示。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